则一，你和妻子还有爸妈一起住，但请记住，你的家里只有3个人是人。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你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到你所在的国家。如果你在规则怪谈世界里死亡，或者被它污染，你的国家将会有相应的怪谈降临。周白睁开双眼，便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房间里，接着大量的记忆就开始涌入周白的脑中。这就是我们大夏国的天玄犬吧？长得还行，但看起来不是很聪明啊。没想到我们所有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希望这个周白能争气点吧。这时，周白发现自己的手里出现了一个本子，他翻开看到了里面的内容：家是你温暖的岛湾，但在家里也应遵守规则，才能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氛围。规则内容自己看，我就不念了，念了你们也记不住。周白皱眉看着本子上的规则，客厅里现在坐着2个头发发白的老人，看起来像是他的爸妈，此时正在看着电视。而他所在的房间里，从浴室传来了水声，通过磨砂玻璃门透出来的声音，可以知道里面洗澡的是一个女人。那么加上我自己，一共是4个人。规则第1条，家里只有3个人，那谁才是那个他呢？周白陷入了思考，各个国家由专家组成的分析小组也开始对这些规则进行思考讨论。才刚刚开始，信息实在太少了。现在只能看出第2、3条规则有冲突的部分。根据现有的7条规则，很难辨别真伪。每个国家都有3次提示机会，希望周白能坚持到我们给他提供信息的时候。老公，能帮我拿一下睡衣吗？直播间内，跟着周白一起思考的观众听到这个声音，顿时觉得有些头皮发麻。还没弄清楚家里成员的情况，贸然答应请求，应该不太好吧？可是要和妻子保持良好关系，拒绝了会不会不好？但是规则第3条又说可以相信妻子，这有点矛盾啊。哎，不知道周白会怎么选择，好担心啊！而铁塔国的直播间内，这美丽的女士，夏尔愿意为你效劳。这美丽的女士，你这样会不会太主动了些？大哥，夏尔那个笨蛋，都什么时候了，还只想着美女？完了，怪谈将要降临我们铁塔国了。同一时间，泡菜国和阿三国，他们的天选者都立刻拒绝了妻子的请求，2人安然地存活了下来。只不过妻子在听到他们的拒绝之后，表情变得有些怪异。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拖延时间思考对策，这其中就包括周白。系统已激活，每次获取规则都会有1次错误提示机会。规则 A 第3条是错误的，你可以相信你的妻子，除非她摘下红色发夹。公子，你来的真是时候呀！难道妻子是不可以信任的？老公，你在外面吗？快帮一下我！周白脑中不停的思索，额头冒起了细汗。要拒绝他吗？周白内心一跳，一个猜测出现在他的脑中。他拿起睡衣，就向着浴室走了过去。他到底要干嘛？大夏国的专家全都紧张地盯着周白的动作，但是周白来到了浴室门口，并没有将睡衣递给妻子，而是直接将浴室门打开。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时刻关注着周白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妻子是不可相信的，便没办法答应他的请求，那么便会与第2条规则存在冲突。系统只说第3条规则存在错误，并没有说整条规则都是错误。老公，愣着干什么？快把睡衣给我！老公，愣着干什么？快把睡衣给我！周白没有理会妻子的请求，而是迅速地把他头上的红色发夹拿了下来。这时，妻子原本脸上诡异的表情就变得正常了起来。系统只说第3条规则存在错误，并没有说整条规则都是错误的。还能这么操作？老公，你这……老婆，你刚刚让我给你拿睡衣进来，你忘了吗？第1个危机算是解除了。而看到这一幕的大夏国专家们全部激动了起来。我明白了，第3条是错误的。太聪明了，周白实在是太聪明了。我们只能推断出第2、3条里面有矛盾，他居然直接就判断出第3条是错误的。其他国家潜伏在大夏国直播间的人都回去报告了这边的情况，绝大多数国家都决定动用第1次提醒的机会。周白现在和妻子分居，暂时住在了书房，想要回到书房，必须经过客厅。事情可以确认，妻子并不是那个他。那么他便在这2个老人之中。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待在书房里，坐下陪我看会电视。快过来陪爸妈吃点水果。我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要忙，先回书房了。说完就继续往书房走去。来到书房后，便迅速地把房门关闭。好可怕！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家人？我怎么觉得怪谈世界到处充满陷阱？如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夏国观众们的疑惑，隔壁猴子国给出了答案。这水果没有猴子国种的香蕉好吃。馋嘴的软凯，我们国家没有水果吗？为什么要去吃那块水果？就因为你吃的这块水果，我们国家要遭遇厄难。惨了，我现在连夜游过去大夏国，还来得及吗？周白回到书房，先观察一遍自己所在的环境，在书柜最低层的抽屉里，发现里面居然放着一套婴儿的衣服。第5条规则写明和妻子没有生过小孩，有可能第5条规则是错误的。
得想办法验证才行。他把婴儿服放回抽屉，这时一张纸条飘落下来，居然是新的规则，还是一样的念，念了你们也记不住。发现宿主已获取到新规则，现在为你标注出一条错误选项。11点35可以开门。老公，我做了一碗甜汤给你，你尝尝看。哎，为什么一上来就这种副本？老天对一个单身狗真的是很残忍。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妻子的到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能同房，不同房，不能同房。周白，请把这个规则在心中默念3遍。妖精又想祸害我们周白哥哥，别喝，他给什么都不许喝。好，拿进来吧。妻子听到周白这么说，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了笑容，观众们却都快疯了。周白，你是疯了吗？周白，你想死，不要拉我们所有人和你陪葬。周白，你清醒一点。老公，那你今晚可以回房睡吗？拒绝他会破坏2个人的关系，违反了规则。答应他，2人又不能同房，也是违反规则，怎样都是死。周白飞快地转动大脑，他突然想到了抽屉里的婴儿服，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赌一把。老婆，我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我就算睡得差点也没关系的。没想到妻子听到周白的话后，立刻就露出了感动的神情。看来是赌对了，他们果然有过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老公，我没事的。不，你不在意自己的身体，我在意。哈哈哈，周白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演技？有些略显油腻了。不过这样的死局，他居然还能想出别的办法，真的是牛啊！妻子这表情明显是被周白感动到了。换成是我，一定早就崩溃了。妻子走出书房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12点。周白谨记规则里的第4条规定，每天晚上12点过后，请锁紧书房的房门，不管谁敲门都不要打开。周白住在13楼，但当他送走妻子后，一转身却发现窗外站着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女人。我去，规则 B 第6条，你住在13楼，如果你看到窗外有人影站在那，只需要立刻关门就行。不怕，关灯就行了。随着房间里的灯被关闭，四周瞬间漆黑一片。察觉到妻子对宿主的好感度加20，先为你增加1次标注错误的机会。系统标注中。尊敬的宿主你好，规则 B 第6条是错误的。什么错误的？那就是说不能关灯。一瞬间，周白汗毛倒竖，连忙将灯打开。随着灯光打开的一刹那，一个面容惨白、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咬到他的怪物惨叫一声，迅速退到窗外。好险，周白差点嘎了。这也太可怕了。不过周白怎么知道规则 B 第6条是错的？这反应也太快了。周白的表现引得众人欢呼，可阿三国的天选人皮卡尔却喝下了带着发家的妻子端来的甜汤，一命呜呼。天选之人皮卡尔死后，怪谈瞬间降临阿三国，婴儿啼哭，妻子发疯一般开始谋杀丈夫。旁边泡菜国的直播间，南明吉好不容易拒绝妻子喝甜汤的请求，松了口气。南明吉万岁！南明吉太棒了，我们大泡菜国就是最伟大的。南明吉加油！这个世界很快就是我们大泡菜国的了。随着12点的钟声敲响，各国的天选人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周白躺在床上，屋外时不时就有人敲门，屋内是一阵又一阵令人恐惧的婴儿啼哭声，好可怕！但在怪谈世界里，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保持头脑情绪，好好的睡一觉也很重要。没听到外面的声音吗？这也能睡得着？夜晚是最危险的时候，周白居然敢睡觉。你看人家漂亮国的皮特，现在还在研究规则，周白咋好意思躺平呢？睡觉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睡觉。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周白的房门又传来厚重的敲门声。老公，起床了，我做了早餐给你吃。周白瞬间从床上坐了起来。9点05分。老公，怎么不回答我？还在睡觉吗？老公，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啊！不管外面妻子如何敲门，周白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屋外这个人是妻子吗？按规则 B 第2条的话，他应该不是。可万一这一条是错的呢？好可怕！妻子要是进去的话，周白会怎样？漂亮国的直播间，我分析了一整晚的规则，一定能坚持到最后。天色也不早了，先睡一觉。老公，起床了，我做了早餐给你吃。OK。笑死我了！漂亮国的皮特，努力是努力，但白努力。备考了一整晚，结果第一题就嗝屁了。为昨晚不懂事的自己向周白道歉。哼，不想起算了，死鬼。门外慢慢安静下来，周白起床打开房门，妻子已经离去，爸爸还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妈妈在厨房里面忙活着，两人都很平静，好像刚刚并没有听到书房外的声响一样。那条黑狗趴在了角落，很瘦，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没一会，妈妈端来了一碗白粥，几盘小菜。一天到晚就知道待在你的书房里面，不是睡觉就是写你那些破文章，1个多星期了也不回自己屋里睡觉，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哎，先吃早饭吧。别吃，母亲感觉很有问题。对，周白快别理他。他刚刚那么积极的催周白和妻子同房，感觉有陷阱。直播间的观众满是担忧，分析组的专家们也高度紧张了起来。爸爸和妈妈的身份都很可疑，他们夫妻现在这样的关系，母亲说这种话也算合理。
相对比妈妈，爸爸似乎沉默的更加的奇怪。直播画面中，周白开始吃早餐，看到周白没事，专家们也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的有信心。周白一边喝白粥，一边看了一眼爸爸，答应老婆和妈妈的请求都没事，那么最大的一点就在爸爸的身上。但现在的首要的任务还是得知道通关的方法。这黑狗还挑食，连狗粮也不吃，早晚有一天得饿死。黑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吃狗粮的？大概有1个星期了吧。也是1个星期，我和妻子分房睡，也大概是这个时间，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吃完饭后，他就坐到了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妈妈收拾完厨房，提着一个袋子走了出来。我约了隔壁王阿姨，晚上才会回来。冰箱里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你热一下就能吃了。红烧肉，周白皱起了眉头。规则 B 第4条，菜市场没有卖猪肉。想到这里，周白不由得打起了12分精神。你在菜市场买的猪肉吗？白陷入规则怪谈的世界，妻子和爸妈里面有一个不是人。老妈让他吃红烧肉，可规则 B 第4条明确写了菜市场没有卖猪肉。老妈，你是在菜市场买的猪肉吗？不是，这块猪肉是隔壁王阿姨给的。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赶着要出门。听完妈妈的话，周白内心有股说不出来的怪异感觉，但他还来不及抓住重点，妈妈就已经出门，家里只剩下了爸爸和他，和一条黑狗。到了中午，周白起身走到餐厅的位置，打开冰箱，冰箱内摆着好几道做好的菜，他忽略掉那盘红烧肉，从里面随意拿了2盘菜出来。这些菜都是冷的，要加热的话只能去厨房，但规则 B 的第3条却说厨房是妈妈的，你不可以进入。我是直接吃冷掉的饭菜，还是进入厨房加热饭菜呢？吃点冷饭总比死了好。周白应该不会傻到去厨房热菜。2个小时前，袋鼠国的亨利只是将碗筷递给妈妈，把手伸进了厨房，就直接被杀死了。这么简单的选择题，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选错。周白要争气，我们大夏国的命运可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就在观众们议论纷纷时，周白拿着一盘菜朝厨房走去。不是吧？他要干嘛？周白不会忘记规则了吧？完了完了！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周白推开厨房的门走了进去。见到这一幕，大夏国的众多观众顿时面如死灰。可下一刻，他们发现周白把那盘菜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但奇怪的是，周白并没有死。周白把加热好的菜拿到餐桌上，又拿了一盘菜走进厨房，他还是没有死。这是咋回事？难道规则 B 的第3条，厨房是妈妈的，你不可以进入，是错误的规则？肯定不是，如果这条规则是错的，那袋鼠国的亨利怎么会死？大夏国的众多观众惊疑不定，但直播画面里，周白在2次加热菜的时候，都有意的四处张望，好像在找些什么东西。在他加热完第2盘菜，准备走出厨房的时候，终于看到厨房的角落好像有一些金色的文字。他将遮挡了文字的一些杂物拿开，顿时2眼放光。哈哈，果然被我找到了。通关条件：1 SSS 级，调查家里发生事情的真相，获得副本关键人物的信任，并由他带领你去往安全区。2 S 级，获得安全区信息，自行逃往安全区。3 A 级，在家里存活30天。很好，这才是能让我逃出升天的关键信息。这么关键的信息居然放在厨房，我们这么多人都推理不出来，周白这么快就推理出来了，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知道了，周白之所以敢进入厨房，是因为推断出规则 B 的第3条，厨房是妈妈的，他不可以进入，存在着漏洞。而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昨晚妻子所说的话。昨晚妻子端甜汤给周白的时候，说那碗汤是他自己煮的。如果厨房是妈妈的，那妻子不可能会有用到厨房的机会，所以这条信息是错误的，或者说是部分错误的。每条错误的信息背后都会潜藏着他的内在目的。绝大多数错误的信息都是为了引导周白走向死亡，但这条信息明显不是。这条信息只是不想让他进入厨房，不让他去厨房，说明里面很有可能藏有关键信息，这都能推理出来。周白也太聪明了。大夏国的专家们无比激动，而那些潜藏在大夏国直播间的观众则是立刻将通关的关键信息传回国内。得到信息后，不少国家立刻使用第2次提醒机会，而直播间里正在吃饭的周白则是看向了那条黑狗。这狗都瘦成这样了还不吃东西，是不想吃狗粮吗？把这些饭菜都给你吃吧。你想带我去爸妈的房间，在怪谈世界进去的地方，很有可能会立刻迎来死亡。这是一张纸条，你想把它给我？竟然是规则 C。这怪谈世界，主角周白只是给家里的黑狗喂了一些剩菜剩饭，黑狗就给他叼来了新的怪谈规则。看完这7条规则后，系统的声音再次在周白脑中响起。检测到新的规则，错主已为你标注出1条错误选项。也就是说，每天5点带黑狗去宠物医院是对的，但当黑狗变成白色的时候，也应该带它去宠物医院。可这和规则 A 的第6条，你养有一只黑色的狗，若看到它变成白色，请把它从阳台扔下，是冲突的。如果这一条是错误的，
那他修改掉这条规则，目的又是什么呢？或者就在下午要去的宠物医院里面。泡菜国的直播间，南明吉收到泡菜国分析组的提示后，果断选择第3个方法 ：A 级通关条件，在家里存活30天。南明吉这样的做法还是最聪明的。怪谈世界这么危险，一定没有人能用第一或者第2种方法通关。下午4点30分，周白从书房里走出，拿了赌绳给黑狗系上后，就带着他出门。到了门口的时候，保安叫住了周白：“你过来登记一下姓名、住房编号、联系电话、出门地点。”查这么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1个星期前，我们小区有个疯女人来闹事，她长得倒挺漂亮，穿着条红色裙子，可惜脑子不太好。1个星期前，红色裙子，女人，难道是昨晚出现在窗户外的那个红衣女人？周白想不出答案，就要转身牵着黑狗离开，但就在他转身时，眼角余光居然看到保安拉开的抽屉里，赫然就放着一片白色的药片。要出去就快点走，别在这里磨蹭，川剧变脸都没你快。周白牵着黑狗离开了保安室，抵达宠物医院。医院门口贴着一张告示，这是宠物医院的规则。周白站在原地等了几分钟，系统都没有给出错误的提示。难道说这4条规则都是正确的，还是说系统只能提示家里的规则？哈哈哈，周白是不是怂了？不敢进宠物医院？好烧脑，连宠物医院都有规则。周白实在等不到系统的提示，便牵着狗走了进去。医院里的温度很低，医生和护士全都穿着白色的制服，脚步匆忙的在一间手术室里进进出出。周白晃眼一看，只见手术台上有一只小狗肢体被全部分离，但每个部位都好像有生命一样会动来动去。你在看什么？大家好像都很忙，我就看看你们有没有空。跟我来吧。医生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黑狗身上的所有毛发，接着从药柜里面拿了一瓶药出来，从里面拿出了一片黑色的药片递给周白，喂它吃下去。黑色的药片，保安室里的那枚药片是白色的，黑色、白色，药片的颜色各自代表着什么？就在他沉思之时，黑狗变得躁动不安，他犹豫了片刻，还是将药片喂到了黑狗的口中。吃了药片，黑狗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这药片给你，明天宠物医院可能没有开门，时间到了，你自己给它吃就行。谢谢。周白带着黑狗回到家的时候，爸爸还是坐在沙发上。看到周白进门，爸爸转头对他扯动了下嘴角，露出了一个惊悚的笑容。这一幕让直播间的不少观众直冒冷汗。妈呀，这爸爸到底是想干嘛？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冷不丁来这么一下，魂都要吓飞了。而大夏国的专家们则是认真讨论起来。规则 C 的第6条，妈妈如果和王阿姨出门回来的时候，请给她吃抽屉里的灰色药片。和规则 C 的第7条，妻子每天下班回来，请给她吃抽屉里的白色药片。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保安吃的是白色的药片，宠物医院给黑狗吃的是黑色药片，这是否能推断出药片真的能够抵御污染，所以才一定要吃药，而且还必须要选对颜色，否则周白会有生命危险。简单的商讨后，大夏国的专家们决定用掉第1次提示机会，将一定要吃药的结论和关于药物颜色的猜测发给周白。周白刚接收到信息，外面就传来了一阵高跟鞋噔噔噔的声音。是妻子回来了。门后一身正装的妻子双目无神，脸色苍白。老婆，你脸色不太好，我给你拿颗药吃吧。好。周白打量了一眼妻子，随即打开抽屉，在拿黑药片还是白药片之间犹豫了2秒后，他拿了一颗白色的药片，又倒了一杯水给妻子。妻子接过药后，就着水吞了下去。屏幕外，专家们都屏住呼吸，因为一旦周白拿的药是错误的，周白就会死。然而，妻子吃下药后，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专家们也都松了口气。周白蒙对了，这小子的运气真好，不愧是咱们大夏国的天选者。大夏国的专家很是高兴，而那些潜伏在大夏直播间的间谍，则是立刻将要给妻子吃白色药片这一信息传递回去。于是，几乎剩下的国家都把3次提示机会全部用完。晚上11点，妈妈回来了。见到妈妈的一瞬间，周白瞳孔骤缩，因为妈妈的头顶上居然长了一对猪耳朵出来。妈，你回来了。妻子表现得很正常，但周白却是汗毛倒竖，连忙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灰色的药片。等妈妈吃完药后，周白这才心有余悸地回到书房。看来我判断的没错，颜色越深，代表着污染程度越重。现在看来，妻子被污染的程度最浅，妈妈第2，而那只黑狗最严重。老公，开门，我给你送汤来了。好，来了。因为要和妻子维护好关系，周白没有推辞，一口就把汤全部喝完，然后将碗递回给妻子。妻子接过碗，低着头，嘴角含笑地走出书房。周白回过头，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同样出现在窗户外面。这一次，周白没有像昨晚一样慌张。未知的东西才会让人恐惧，不知道今天保安说的那个红衣女子是不是窗户外这个？孩子流产，这个房间里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子分房睡，黑狗变得异常，红衣女子到小区楼下闹事，这些事情全部都集中在1个星期前，莫非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另外，规则 A 第7条说不能和妻子同房，如果妻子不是危险来源，那么和妻子同房的危险来源又是哪里呢？周白把这2天获得的信息和疑问在脑海里复盘了一遍，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12点。周白立刻将房门反锁，躺到床上休息。不出意外，屋外婴儿啼哭的声音和一阵又一阵的敲门声再次响起，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他没有在意，一直睡到了第2天早上的9点35分，才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吵醒。妻子好像上班去了，爸妈也不在，家里就只剩下了一条黑狗。
咦，这条黑狗缩在角落，浑身颤抖，好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周白循着敲门声音的方向走去，最后停在紧锁的储物间门前。规则 C 第3条，如果储物室传来激烈的敲门声，不要打开。敲门声越来越急促，好像有什么东西想从储物间里面出来。周白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转身走回到客厅。客厅的角落，黑狗缩成一团，不断的颤抖。好了，不要怕了。周白用衣服把黑狗包裹起来，试图用温暖帮黑狗抵御恐惧，并递给了黑狗一块糖果。可就在这时，系统机械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恭喜宿主，爸爸好感度加20，现为你增加一次标注错误的机会。爸爸都没在家，怎么会突然增加对我的好感？难道说这只黑狗才是真的爸爸？周白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可系统的声音却在这时响起：开始标注错误，规则 C 第3条是错误的。规则 C 第3条，如果储物室传来激烈的敲门声，不要打开。也就是说，如果储物室传来激烈的敲门声，我必须将储物室的门打开。一瞬间，周白头皮发麻，震惊地看向了储物室所在的方向。急促的敲门声不断响起，周白见状，连忙走到储物室的门前，将手放在了门把上。这一幕直接让大夏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疯了，他不会是想开门吧？德 C 第3条，如果储物室传来激烈的敲门声，不要打开。可周白却将手放到了门把手上，这一幕直接让大夏直播间的人都后背发凉。疯了，周白不会是想开门吧？难道他忘记规则了吗？就在众人屏气凝神时，周白轻轻地打开了储物间的门。一瞬间，激烈的敲门声消失，四周安静下来。周白皱起了眉头，奇怪，储物间没有杂物，居然只摆着一个插上电的冰箱。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冰箱面前，伸手将冰箱的门打开，可只看了一眼，他迅速将冰箱门重新关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时，有人站在他的背后，紧贴着他，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一瞬间，周白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连忙转身，却看到了爸爸皱巴巴的脸。你什么时候看出破绽的？周白深呼吸了一口气。前天晚上。第一天晚上，你对我说快过来陪爸妈吃点水果，而妈妈说的是陪我看会电视。这中间的区别在于，你说的是爸妈，而妈妈说的是我。而且这2天，不管是妻子还是妈妈，都没有直接和你交流过，也就是说，你是他们看不到的他。在一阵尖笑声中，爸爸的脸开始皲裂，露出一张精致的女人面孔。这副面孔和每晚窗户外的红裙女子一样，也和冰箱里的那个人一样。周白眉心直跳，这个女人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冰箱里？是谁杀了她？她又为什么会变成污染源？这一刻，所有的问题都在周白的脑海中回荡，就差一点点，这个副本的故事线就能够被拼凑完整。四周安静的出奇，周白和红裙女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观众们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天选者戳破了他的伪装，他会不会恼羞成怒，杀了周白？就在这时候，客厅里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储物间里的寂静。红裙女子用冷冰冰的目光紧盯着周白的一举一动，观众们都被吓得不轻。这个时候的电话怎么有种午夜凶铃的感觉？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周白真要去接电话吗？电话铃声仿佛催命一般，周白看了红裙女子一眼，最终还是选择绕开她走向客厅，拿起了电话，而红色裙摆也紧紧跟着她来到客厅，最后坐到沙发上盯着她接电话。喂，你好，请问找谁？请问是周白，周先生吗？是我。这里是好有效制药公司，你的妻子于丽丽在我们公司上班。听到对方报出妻子公司的名称，周白瞬间想起了规则 C 的第2条，如果接到妻子公司打来的电话，需询问是哪个部门打来的，若对方回答是研发部，请立刻挂断。想到这里，他连忙询问，很抱歉，先打断你一下，请问你是公司里面哪个部门的？我是销售部的，我们公司得到内部消息，这个城市已经不安全了，继续待在这里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公司将组织所有员工撤离，因为资源有限，每个员工只能带1名家属。你的妻子选择和你一起撤离，请你提前做好准备。明天下午6点，我们公司员工会去接你。这也太突然了。挂断电话后，周白不由得沉思起来。原本第3个通关方式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如果刚刚的电话内容属实，那选择在家里待够30天等着通关无异于等死。排除掉第3个通关方式，第1和第2个通关方法都是需要找到安全区，就是不知道这个好有效制药公司是不是安全区。假设妻子就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现在我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而他选择我作为携带的家属，似乎也说得过去。可我总感觉还漏了点什么。周白想不明白，打量了一眼沙发上的红裙女子，转身走回了书房。见周白回了书房，大夏国的专家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泡菜国的一众专家却急得团团转。大夏国的周白已经知道接下来整个城市都会有危险，可咱们的天选者现在还傻乎乎的躲在书房里。南明吉准备在书房里待够30天，都没想到要去打开储物间的门，这可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咱们的3次提醒机会已经用完，现在我们只能祈祷奇迹发生了。下午5点，这是黑狗需要吃药的时间。周白离开书房，走到客厅，打开平时放药的柜子。可就在他打开柜子，准备拿黑色药片的时候，目光落在了另外2罐药的包装上。妻子和妈妈需要吃的药都来自好有效制药厂。原来妻子所在的公司是生产抑制污染的药物，有这么一层关系，他们公司能提前知道城市将面临危险，好像很合理。在周白嘀咕的时候，直播间里大夏国的专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了起来。生产抑制污染药物的公司一般会有官方背景，看来妻子所在的公司
就是安全区了。周白只要明天跟着去，就能够完成 S 级通关。只有1天时间，想要查明副本的故事线实在是太难了。SSS 级通关估计是没有希望了。想要了解完整个副本的故事线，就要主动去探索。但在规则怪谈世界，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面临死亡。S 级通关已经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成绩了，我们不能对周白太过苛求。专家们觉得胜券在握，所以对周白的通关并没有太多的担心。可怪谈世界里，躺在角落的黑狗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周白看到黑狗的状况，赶紧停止思考，上前将手中的黑色药片喂到黑狗嘴里，吃了药片，黑狗才安静下来。而沙发上的红裙女子眸光一直在周白身上，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很快，时间就到了下午6点半，妻子回来了。见到坐在沙发上的红裙女人，妻子的目光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妻子能看到他，那就是说妻子的药效已经过去了。不行，我得赶紧给妻子吃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反应过来后，周白立刻跑去拿药。可他刚拿到药，妻子就死死地盯着红裙女子，情绪非常激动。我的孩子，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妻子面目狰狞，挥舞着双手就要扑向红裙女子。周白赶紧拉住了妻子的手。可就在这时，妻子的脸上青筋，耳朵处更是冒出了一个个小疙瘩，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妻子的耳朵里冒出来。周白心脏狂跳，不由得想起了妈妈回来时头顶的猪耳朵和变成黑狗的爸爸。如果我现在不阻止妻子，她可能立刻就会变异成另一个模样，到时候我必死无疑。想到这里，他连忙上前，用一只手用力地拉拽着妻子，另一只手把白色药片塞进了妻子的口中，并死死捂住妻子的嘴，直到确认妻子把药片吞下之后，他这才把手松开。吃下药后，妻子狰狞的表情慢慢变得和缓，整个人都瘫坐到了地上。片刻之后，妻子看向了他，眼中满是茫然。老公，我为什么会坐在地上？可能是太累了吧。好吧，我算是明白规则 C 第4条所表达的意思了，时刻关注家人的情绪，是维持和谐家庭的关键。搞定妻子后，周白从冰箱里拿出妈妈出门前提前为家人准备好的饭菜。晚餐过后，周白把碗筷都拿到厨房清洗。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紧接着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王阿姨，真的是太麻烦你了，你进来坐会吧，我扶妈妈进门就行。王阿姨。听到王阿姨这3个字，周白立刻警觉起来，因为王阿姨是规则唯一一个点名不能相信的人。走出厨房，门口处一个卷去短发的微胖女人正和妻子面对面站着，妈妈则是被妻子搀扶着。打量了一眼妈妈，周白心中顿时一惊，妈妈的变异情况越来越严重了，脸上多了个巴掌大的红胎记，鼻子也变成了猪鼻子，还沾染着红色。扫了一眼妈妈的情况，周白这才看向王阿姨，可王阿姨却没有看他，而是看向了躺在屋内角落的黑狗。好久没有吃过狗肉了。王阿姨，你……黑狗可是爸爸变的。听到王阿姨的话，周白感觉自己全身都在炸毛。黑狗好像也听懂了王阿姨说的话，蜷缩着躲到了角落里面。开个玩笑，怎么还当真了？王阿姨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不过这只黑狗长得真不错，你们能把它送给我吗？白分不清王阿姨是不是在开玩笑，推搡着把它送到了门口，啪的一下关上了房门。你这孩子真没礼貌，都不跟你王阿姨说再见就关门。王阿姨不会介意的，妈，吃药吧。他将提前准备好的灰色药片塞进妈妈嘴里，吃下药片后，变异严重的妈妈眼神稍微清澈了一些。第二天早上，妻子出门上班，妈妈又跟王阿姨出去了。周白刚到客厅，房门就被敲响。谁啊？他走到门口，通过猫眼查看门外的情景，一个戴着绿色帽子的人正拿着一个快递盒站在门外。周白心中一惊，规则 B 第7条，如果有戴绿色帽子的人过来送快递，请痛骂他，并叫他滚。据系统之前的判定，这条规则是错误，我该不该开门？犹豫了好几秒后，他还是打开了房门。戴着绿色帽子的男人肌肉健硕，一脸凶相。你的快递，请签收。谢谢。周白拿了快递后，男人迅速转身离开。二人没有任何的争吵，可观众们却傻了眼。不是吧，周白忘记规则了？违反规则可是会死的！天啊，怪谈要降临大厦了！不对，周白没有死，难道这条规则是错的？真没死，这是怎么回事？周白将箱子拿到了客厅，拆开后，里面是一个 U 盘，而寄件人写着伤心人3个字。这算是什么名字？还有这个 U 盘，难道和副本的故事线有关？周白快步走进书房，将 U 盘插到了笔记本上，打开文件夹，里面放着好几个视频。周白从第一个视频开始观看，可当视频的画面刚出现在屏幕中，他不由得眉头紧皱，因为视频里面的人竟然是他自己。从进入游戏那一刻，我所有的举动都会被直播，这我知道。可视频里的画面都是我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拍的。看完了所有的视频后，他翻动快递盒子，发现底层还放有几封信，每封信的上面都写着他的名字。将信拿出全部看完后，他看了一眼紧紧盯着他的红裙女人，轻叹了口气。原来这是一个疯狂女粉丝和小作家的故事。原主有一个疯狂的女粉丝，为了追求自己喜欢的作家，这个女粉丝穿上红裙潜入原主家里，结果不小心碰到了原主突然回家的爸爸。爸爸厉声质问，在推搡间，红衣女子的头撞进了原主的书桌桌角，不幸身亡。误杀了红裙女粉丝后，爸爸很慌乱，反应过来后，爸爸只能连忙清理现场，并用电锯分解了女粉丝的尸体，将其装进了冰箱。而这件事情，妈妈也参与了进来。周白不知道红裙女人最后是怎么变成了污染源，也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被污染的，但从那之后，家里多出了一条黑狗，
就在他沉思之时，一道机械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夏直播间。恭喜大夏国玩家周白解锁副本所有故事线，接下来请找到副本关键人物，由他带你去往安全区。SSS 级通关，周白很有可能是 SSS 级通关，太棒了！我们大夏国的天选者实在是太棒了，无敌，太无敌了！只要周白找到关键人物，就能达成 SSS 级通关。大夏的观众和专家都欢呼起来，而其他国家蹲守在直播间的卧底只能酸溜溜地看着他们庆祝。然而，外界欢呼不只是，怪谈世界里，周白的心情却是异常沉重。他拿出狗绳，走到黑狗的旁边。我再照顾你最后一次。黑狗像是听懂了周白的话，悲伤的呜咽。下午4点55分，他们抵达宠物医院的门口。宠物医院的玻璃门紧闭着，原本贴在门口的宠物医院规则也不见了。周白觉得不对劲，站在门外向里面望去，可只看了一眼，他的整颗心就突然揪了起来，因为里面的人全都穿着黑色制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宠物医院规则第1条是，宠物医院的工作人员统一穿白色衣服。如果看到他们穿上黑色衣服，请立刻离开这座城市。也就是说，现在这座城市已经不安全了。玻璃门内，有医生转头看向周白，这个医生双目血红，手中抓着一只鲜血淋漓、四肢不断挣扎的小狗，诡异无比。周白大惊，连忙抱起黑狗，快步朝家里走去。可快到家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买完菜回来的李大婶。李大婶的菜篮子里装满了各种肉类蔬菜，其中还有猪肉。李大婶，你这猪肉是在哪买的？当然是菜市场了。听到李大婶的话，周白如遭雷击，脑袋嗡嗡作响。规则 B 第4条，菜市场没有卖猪肉，这条规则居然是错的。如果这条规则是错的，那其他规则呢？是不是还有什么我认为是对的，其实根本就是错误的规则呢？隔壁第4条，菜市场没有卖猪肉，可李大婶却买到了猪肉。周白心脏狂跳。如果这条规则是错的，那其他规则呢？是不是还有我认为是对的，其实是错的规则呢？周白来不及思考，因为下午5点本来是给黑狗吃药的时间，但宠物医院发生了异变，他拿不到药，没了药片。黑狗在他怀里不安地躁动起来，身上也开始长出白毛，他只能赶紧往家跑。完了，黑狗要变异了，怎么办？是不是要扔下阳台？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能通关了，这时候可别出岔子。到家后，周白连忙冲向放药的柜子。黑狗愈发焦躁，必须得吃药，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拿灰色药片给他吃。他拿出一片灰色药片，强行喂给黑狗。吞下药片后，快要暴走的黑狗清醒了一些，但表情依然凶狠，就要攻击周白。完了，药片的作用好像不大，怎么办？好有效制药公司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周白？周白双手握拳，黑狗龇着牙，表情却有些扭曲，像是有2种意识在黑狗的体内挣扎过。忽然，黑狗往前扑，所有观众都以为黑狗会扑向周白，但黑狗却冲向了沙发，疯狂地撕咬。应该是灰色的药片起了作用，爸爸潜在的意识被唤醒，才会停止攻击我的动作。毛还在不断的增加，必须尽快想到解决办法才行。周白的思绪飞快运转。规则 A 第6条，你养有一只黑色的狗，若看到它变成白色，请把它从阳台扔下。这条规则有可能并没有错。黑狗变成白色的时候，可以把它送去宠物医院，也可以把它从阳台扔下。这2个选择可能并不冲突，我应该把它丢下阳台。他望向黑狗，脑海中不由浮现出视频：爸爸瘫坐在地上，苍老又佝偻的背影，以及之前黑狗为他叼来规则 C 的样子，心有不忍。就在这时，黑狗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身上大半的毛发也变成了白色。他撕烂了沙发，转头阴狠地看向周白。现在是5点55分，好有效制药公司的人马上就会到，周白再坚持一会就能通关了。周白别怂，一条狗而已，不听话就打死他。黑狗嚎了一声，瞬间冲向周白。周白全身紧绷，可黑狗冲到他面前1米时，突然停了下来，不停地颤抖。片刻之后，竟然转身奔向阳台。周白忽然明白黑狗想做什么，连忙焦急大喊：“爸爸！”黑狗没有回应，动作越发坚定，跳跃着越过阳台的栏杆，然后身影就直直地坠落下去。这是一个爸爸临死前对孩子最后的保护。周白冲向阳台，但为时已晚。而不远处，几个穿着白色衣服、印着好有效制药厂几个大字的人正朝他所在的这栋楼走来。太好了，好有效制药厂的人终于来了！天佑大夏，周白终于快通关了！大夏直播间，观众们信心大增。可怪谈世界里，周白却眉头紧皱。为什么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他走回客厅，随手拿了点零食，又把妈妈和妻子的那2瓶药带在身上。但看到药瓶上的好有效制药厂几个大字时，他愣住了。妻子说过，好有效制药厂和好有效制药公司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制药厂负责研发和生产，制药公司负责销售。也就是说，好有效制药厂没有销售部，而过来接我的这几个人也不是销售部的人。周白心中一惊，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周白先生在吗？我们是好有效制药厂派来接你的。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部激动了起来。好有效制药厂的人终于来了，我们大夏国终于要 SSS 级通关了。樱花国的天选者还没有解锁全部故事线，但好像也能去安全区，只不过应该是 SS 级，不如我们大夏。观众们很激动，但他们发现周白居然没有一点想要开门的意思。不是吧，周白是傻了吗？为什么不开门？他不想通关了吗？我真服了，他想死可以，但别让我们整个国家给他陪葬啊！大夏国的观众们很不理解，但樱花国的直播间里却全都是欢呼雀跃的声音。咱们樱花国的天选者浅田义子虽然全靠狗，但一路存活，现在更是坐上了好有效制药厂安排的班车。
咱们樱花国这波稳了。没错，虽然只是 SS 级通关，但已经很不错了。隔壁大厦那个天选者真是笑死我了，好有效制药厂的人去接他，他竟然不想开门。樱花国的天选者浅田义子坐上班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停在了野外的一座厂房前。眼看浅田义子就要通关，大夏国的观众都愤怒不已，因为周白一直不开门，好有效制药厂的人都离开了。周白这个天杀的，他怎么想的？完了，怪谈要降临我们大夏了。